反华分子造谣说泽连斯基支持台湾，有些人轻易就信了。别忘了，乌克兰根本就得罪不起中国。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自从俄罗斯在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强调自己的中立态度和原则立场。我们理解俄罗斯在国家安全层面上的关切，但也尊重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完整。美国在造谣中国军事援助俄罗斯失败后，西方主流媒体又玩起了离间中国与乌克兰关系的把戏，让我们见证了国际舆论的残酷和某些西方媒体的险恶嘴脸。泽连斯基前几天刚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克兰对中国表示满意，对乌克兰来说，中国非常重要，希望中国能影响俄罗斯并结束这场战争。然而，因为一场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以及美国华盛顿邮报反华记者的造谣，泽连斯基突然变成了要求世界各国支持台湾对抗大陆的人。华盛顿邮报记者乔什·罗金近日发文称，泽连斯基号召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抵御中国大陆，从而引发了中国网友的愤怒。那么事实真相如何呢？根据香格里拉对话会主办方发布的现场视频，罗金在提问时就给泽连斯基挖了一个坑，然后又故意曲解泽连斯基的讲话，最终引导了中国网民对乌克兰的反感。罗金先是引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话称，乌克兰今天的遭遇可能会成为东亚的明天，然后又把俄乌冲突与台湾问题相提并论，并说中国大陆对台湾地区进行了所谓的俄罗斯式的经济胁迫和军事威胁，然后突然问泽连斯基应该给面临军事威胁的台湾提供一些建议。而泽连斯基实际上并没有正面回答罗金的问题，而是谈了乌克兰目前面临的困境和最好的解决方案。乌克兰危机给全世界展示了一个范例，世界必须始终支持能防止暴力、防止战争的预防措施，因为战争不会带来积极的结果。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外交解决方案来提供帮助。要注意，泽连斯基的回答根本就没有提过中国大陆和台湾，而乔什·罗金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时直接篡改了泽连斯基的原话，宣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台湾。如果我们再看一下罗金这个人，就会明白他本身就是一个死硬的反华分子，而且是一个毫无下限的骗子。此人在2020年就曾经炒作武汉病毒研究所安全性问题，与蓬佩奥和特朗普是一丘之貉。从这件事我们就能看出，美国的极右反华分子非常想离间中国和乌克兰的关系，其目标就是污蔑中国支持俄罗斯的战争行为，最终要达到破坏中国在西方国家民众中的形象，甚至破坏中国与整个欧盟和东盟的关系。说实话，乌克兰现在的局面是岌岌可危，自顾不暇的泽连斯基根本没功夫，也无意愿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或者因为口误而得罪中国。实际上，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泽连斯基就没有上西方媒体所说的离间计这个套。他当时表示，对目前中国选择远离、不卷入俄乌冲突的中立态度很满意。中国战前是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还在给乌克兰提供必要的人道主义援助，在不影响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前提下，中国与乌克兰未来仍然可能是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乌克兰政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过于亲美，当中国与美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会牺牲中国的利益。这在马达西奇公司的收购案中就能看出来。但是不管乌克兰过去做了什么对不起中国的事儿，美国人故意造谣乌克兰干涉台湾问题，想要中国与乌克兰彻底翻脸，我们千万不能上这个当。同时，我们要对自己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有信心，因为乌克兰根本就得罪不起中国。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